皇帝临终前将位置传给了最废物的儿子，结果不但惹得诸位皇兄们对你虎视眈眈，更是让太后也对你摩拳擦掌。霎时间，所有人都恨不得将你碾为粉末。可就在你被逼入绝境，准备假死脱身时，诸天征伐系统突然觉醒，不仅上来就给了你宗师巅峰的修为，而且还获得了召唤绝世英才的能力。下一刻，一道黑袍身影在虚空中晕染开来。臣袁天罡拜见太子殿下。看到对方大宗师巅峰的修为，你十分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有人影闪烁，袁天罡也立刻消失于黑暗之中。殿下，禁军统领求见。门外贴身太监福安躬身禀报。闻言，你双眼微眯。禁军统领，他这时候来干什么？禁军统领赵毅乃是宗师6重的高手，也是父皇李玉天的心腹，掌控着皇宫3万禁军。只是他向来只忠于父皇，可如今父皇驾崩，已然不知忠诚于谁了。你与此人从无交集，看来来者不善啊！正思索间，书房的大门突然被用力推开。将军，这里是王府书房，不可无礼啊！福安不断劝阻着不耐烦的赵英，滚开！本统领有要事与二殿下相谈，哪轮得到你个阉人指手画脚？赵毅一把拨开福安走了进来，右手始终虚按在刀柄上，你眼中寒光一闪。确实是位不可多得的猛将，只可惜不能为自己所用。这时，赵毅走到书房中央，随意拱了拱手：“恕末将甲胄在身，不能行全礼。”你忽然轻笑一声：“甲胄在身，那就脱了。”赵毅一时没反应过来：“殿下说笑了，末将奉命属为皇城，甲不离身。”呵呵呵。可姑让你跪下说话。你语气平淡，却语出惊人。一旁的福安早已吓傻，完全不理解平时温润如玉的你怎么敢说这种话。赵毅则是微微一愣，不可置信地叹着。然而就在他即将发怒时，你的声音突然拔高了2度：“孤是先帝嫡子，招得皇后所出，这个身份你不该归吗？要么跪下跟孤讲话，要么就滚出王府。”赵毅闻言牙齿都要咬碎，但他还没忘了今晚的任务是什么，于是径直跪了下来。你见状也归于平静。赵统领深夜造访，所谓何事啊？赵毅深吸一口气，目光在传国玉玺上停留片刻，沉声道：“先帝遗诏，立9皇子继承大统，末将此来是为取回玉玺。”他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“还有奉太后懿旨，请殿下即刻移驾慈宁宫。”话音一落，书房内温度骤降，阴影中似有暗流涌动。赵毅皱了皱眉，不知道这含义从何而来。这时你轻笑一声：“赵统领，你明知道父皇传位于我，还要骄掌吗？”哼。太后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这个忠心耿耿的将领来残害皇司？既然已经撕破脸，赵毅也不再装了。殿下，大事已定，叶家掌控6部，禁军半数已听令太后。然后你缓缓起身，拿起传国玉玺。想不到赵统领追随先帝多年，也甘心做了叶家的走狗。赵毅闻言脸色铁青，他也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大逆不道，但是他没得选，你毫无根基，难堪大用。叶家势大，若不顺从，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。赵毅握刀站立，咬牙道：“殿下明鉴，末将只是奉命行事，您若顺从，尚可保全性命。”你戏谑一笑：“这话你自己信吗？”赵毅沉默以对。作为禁军统领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叶家的手段。若你真去了慈宁宫，最好的结局就是留一具全尸。赵毅叹了口气，缓缓抽刀。看来殿下是不想体面了。只是他的刀刚出鞘，3寸书房内突然卷起一阵狂风，赵毅甚至都没看清发生了什么，整个人就直接倒飞了出去，随后重重摔落在地。待烟尘散去时，他勉强睁开眼睛，这才惊恐地发现，在你身侧不知何时多了一道黑影。大宗师！赵毅咳出一口鲜血，此刻的他心脉已断，已经无力回天了。这还是袁天罡没用力的结尾。这时院外的禁军听到动静，正要冲进来，却见袁天罡袖袍一挥，数十道气劲破空而出，那些精锐士兵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，就纷纷倒地不起。赵毅艰难地喘息着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。他终于明白为何你有恃无恐，有大宗师坐镇，整个皇城谁能奈何得了你？难道是先帝给你留下的底牌？这时你走到赵毅面前，拾起那柄掉落在地的佩刀。孤记得这柄佩刀是父皇赐予你的吧？孤给过你机会，可惜你连最基本的忠君都做不到。赵毅挣扎着想要求饶殿下，末将知错，求殿下再给末将和禁军一次机会。末将失错。你眼神冰冷地俯视着他。机会只有一次，你选择效忠叶后的那一刻，就该想到这个结局。话音未落，你手中的佩刀已经刺入他的咽喉，不忠之将留之何用？看着他逐渐失去生气的双眼，你喃喃道：“放心，你的黄泉路并不孤单，整个叶家
都会来陪你。这时袁天罡突然上前，殿下，院外还有30名禁军，处理干净。说着你将佩刀扔在了地上，另外派人把他的首级送去慈宁宫，就说明日孤会亲自去给太后请安。遵命。袁天罡躬身领命，随后便转身走向了门外。王府内很快恢复了寂静，你环顾四周，不禁有些无奈。这些年你为了韬光养晦，刻意保持低调，现在却连个能使唤的人都没有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的声音在你脑海中响起：丁，子时已过，签到次数已刷新。闻言你毫不犹豫签到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召唤次数+1，是否立即召唤？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，想什么就来什么。下一刻你立即选择了召唤。丁，恭喜宿主成功召唤千古名唤高力士，宗师9重巅峰，功法无相名符经，召唤出个太监。看着高力士的属性面板，你很是满意，不仅武艺超群，更难得的是处事圆融。烛火摇曳间，一个身着红袍的身影无声出现。奴婢高力士参见殿下。你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起来吧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孤身边的总管。殿下放心，这些琐事奴婢会处理妥当。高力士说罢站起身，随意的一挥手，赵毅的尸体以及地上的血迹立刻消失无踪。一旁的福安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幕。殿下身边的总管，那不就是取代了自己的位置吗？而且你竟然对这个突然出现的强者如此信任。福安，你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。福安这才回过神来。殿下恕罪，高公公手段非凡。奴婢一时看呆了。你意味深长的看着他问道：你跟孤多久了？福安恭敬的跪在地上，回忆了一下。奴婢自4岁晋升后便伺候殿下左右，至今已经有20年了。20年了，你轻声重复着，眼中闪过追忆之色。福安心中暗自得意，无论你是否防着他，但20年的经历无法抹去，这个新来的高公公不可能代替自己的位置。然而你下一句话却让他瞬间如坠冰窟。孤对你不好吗？为何要背叛孤？福安浑身一震，脸上露出疑惑和不解。殿下何出此言？奴婢20年来尽心尽力，从未有过二心啊，是吗？你的声音冷若寒冰。福安声音沙哑道：奴婢知道殿下被叶家压制多年，心中郁气难解，若杀了奴婢能让殿下缓解，那就杀了奴婢吧。闻言你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以退为进。你也不算废物啊，死不承认也没关系，杀你一个奴婢，孤不需要任何证据，仅只是怀疑就够了。似乎知道了自己的结局，福安缓缓直起身子，叹了口气。殿下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奴婢？你唇角勾起一抹冷笑。记事起就怀疑了，孤的身份敏感，里3层外3层都是眼线，更别说贴身太监了，怎么可能是自己人？若你是先帝的人倒还好些，毕竟先帝虽不喜孤，但不会要孤的命。可你的身世太过清白，那就必然不是先帝的人。福安沉默片刻，苦笑一声，原来殿下一直清楚，孤清楚的事比你想象的多得多。说着，你缓缓走近了他。有时候，一个已知的细作比一个未知的敌人更有用。清理了你，他们对孤的压制必然更甚，那时候恐怕孤连基本的自由都没了。福安听后，脸色微微发白。殿下，您一直藏拙为的就是今天吗？你没有回答，只是转身走向窗边，念在主仆一场，给你个痛快，送他上路吧。高力士恭敬应声，随即右手轻按在了福安的头顶。福安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，便如烂泥般瘫倒在地，没了气息。随后你整了整衣冠，吩咐道：收拾干净，该入住皇宫准备登基了。与此同时，慈宁宫中灯火通明，叶后轻拍着怀中熟睡的九皇子，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。一旁的贴身宫女轻声提醒道：娘娘夜深了。叶后摇了摇头，不急，赵毅那边还没消息，玉玺不到手，本宫睡不着。话音未落，殿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太监慌张地跪在门外。启禀太后，王府那边出事了。叶后闻言神色骤变，将熟睡的九皇子交给侍女后，冷声道：怎么回事？门外的太监立马如实禀报，赵统领的首级被送到了宫门外，还附了一封信，说二殿下明日要来给太后请安。叶后听后猛地站起身，袖中的手微微发抖，但很快他便恢复了往日的威严，传令叶相即刻入宫议事，另外去把福安的家人带来。叶相也就是叶青州，当朝宰相，如今的叶家家主，也是叶后的亲哥哥，此刻正毫不避讳的大步闯过宫门。按照大秦律法，外臣夜闯后宫，即使会见的是亲妹子，也是大逆不道之举。可他就这样有恃无恐的进来，侍卫宫人们见到，不仅不敢阻拦，反而连看都不敢看一眼，低着头从他身边擦过。此刻慈宁宫中，叶后已经停退左右，一见到叶青州踏入殿门，他就快步上前：兄长，赵毅被杀了。叶青州点了点头，事情我已知晓，能在王府中悄无声息的击杀赵毅，绝非一人之力可为。你先别着急，大宗师出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以我叶家的情报网，尚未收到任何一位大宗师离开驻地的消息。叶青州听后眉头紧锁，据他推测，应该至少有3位以上的宗师巅峰强者联手偷袭，而且还属于不同势力。因为宗师巅峰的强者基本都是各个世家的1、2把手，不可能倾巢而出保护你，所以他认为应该是有几家宗门或世家联合起来辅佐你。兄长，现在怎么办？叶后的语气中透着一丝不安。若只是几个宗师倒不足为惧，但他们背后代表的势力却不得不防。叶青州负手而立，目光阴鸷。他明天不是要来宫中请安吗？那就来一手请君入瓮，立刻派禁军包围皇宫。我会安排叶家4位长老和2位供奉入宫。说到这，他顿了顿，又继续道：稳妥起见，我回去后会唤醒大宗师老祖，明日里一天的灵前就是他的葬身之地。叶青州离开后没有返回丞相府，而是径直前往了叶家后山的禁地密室之外。他虔诚地跪倒在地，不孝子孙叶青州求见老祖许久，厚重的密室大门无声开启。叶青州西行而入，在昏暗的烛光下，看到蒲团上盘坐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。打扰老夫闭关，是叶家遭难了吗？老者的声音沙哑却透着威严。叶青州不敢抬头，沉声道：启禀老祖，李太仓背后疑似有大宗师支持，然杀害我叶家心腹。孙儿斗胆恳请老祖出山坐镇。气氛顿时陷入了沉默。片刻后，老祖冷声道：你不知道有大宗师不得插手夺嫡的规矩，你是不是以为李秦皇室示威，我叶家就能为所欲为了？叶青州低着头没有说话，他确实是这样想。这些年叶家势力膨胀，他甚至在某一刻生了取而代之的心思。不过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把外甥扶上皇位。见他不语，老祖冷哼一声：你以为天下这么多年动荡不安，李秦皇室为何依然屹立不
不倒。叶青州闻言心头一震，这个问题他也想，但只以为是国祚不该决。李秦皇室隔几代便会出一位明君续命。这时老祖解释道：“太庙里的那几个老家伙虽然不问世事，但若有人敢动摇李秦根基。”话未说完，他突然剧烈咳嗽起来。叶青州惊愕地发现，老祖的嘴角竟渗出一丝血迹。老祖，您这是？无妨，多年前老夫还是叶家家主的时候，与太庙那几位交手留下的旧伤疤。叶青州听后顿时如遭雷击，他这才明白，原来老祖早就试探过皇室的底线，皇位只有李清皇室才能坐。也幸亏叶家有九皇子这一皇嗣。此刻他只觉得脊背发凉，突然意识到这些年来在朝中结党营私、排除异己的举动，很可能都在皇室的默许甚至纵容之下。既然皇室有如此底蕴，为何要容忍昏君误国？为何要做事权臣当道？他忍不住问道。老祖轻笑一声，这便是李清皇室的帝王之术，他们将外戚、权臣、宦官都当作魔力君主的试金石。此言一出，叶青州瞳孔微缩，突然想起史书上记载的那些李清明君，每一位都是在权臣环伺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，这也是他们不准大宗师插手夺嫡的原因之一。老祖说到这叹了口气，回去吧，此事老夫不会插手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我叶家不想坐那个位置，就算你捅破了天，那些老家伙也不会出手，而且这次那些老家伙会站在叶家这边。话音刚落，叶青州只觉眼前一花，整个人已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送出了密室。他细细咀嚼着老祖的最后一句话：太庙中的皇室底蕴会站在叶家身边。为什么？难道说一个可怕的猜测在他脑海中浮现，你背后确实有大宗师出手，而这已经触犯了大宗师不得插手夺嫡的铁律。赵毅不是被宗师偷袭致死，而是被大宗师一击毙命。与此同时，大皇子府邸内其他4位皇子正在一间密室内详谈着，几人都很默契的没有提及皇位归属，因为他们心里清楚，如今叶家的势力最大，一旦九皇子上位，必定会铲除所有可能对他构成威胁的成年皇子。如今只有联手扳倒叶后，真正的较量才会开始。至于你，只是明面上用来承受叶家狂风暴雨的牺牲品罢了。另一边，六公主府邸，李叶哥眼中闪烁着金光，他的母亲是天狼王朝郡主，这也就导致他在众多皇子公主中最为特殊，因为在众人心中，异族之女体内流淌的先帝之血与玷污皇室血脉没什么区别，但李叶哥却从不自卑，他认为自己体内有2大皇族的血液，这才是真正的至尊血脉。此刻，他从怀中取出一枚青铜狼符，看向一旁的黑衣人，吩咐道：“即刻护送本宫出城，另外派人前往天狼王朝，让舅舅调派3万铁骑在边境待命，待局势明朗，本宫再率军回京。”说着，李叶哥指了指皇宫的方向，届时我要争的是那个位置。而同一时间，江南金陵一座临水而建的庭院中，七公主李扶摇正躺在摇椅上啃着鸡腿，她表面上是个慵懒贪吃的闲散皇女，实则是转世重生的大玄皇朝女帝，其境界早已超越天人，不知道多少像大秦这样的王朝在她眼中不过沧海一粟。当感应到这具身体的父亲驾崩时，她不禁惋惜这位雄主被世俗的权力所困，未能追求更高的武道。眼看叶后即将上位，几位皇子各怀鬼胎，作为女帝，她太熟悉这些人了，为了争权夺利，哪怕是至亲都可以利用，倒是唯有你心性纯良，从不参与权力争斗，对待弟弟妹妹们也不掺杂其他的好，只可惜身份敏感，叶后不会放过你的。生在皇室的好人注定是个悲剧，也罢，就当还这具身体的一个因果吧。说完，他伸了个懒腰，身影渐渐淡去，至于摇椅还在微微晃动。第二天，天光微亮，被无数人关注的朱红色大门缓缓打开，已从内缓步踏出，身后跟着一名红衣太监和一个黑袍人。随着3人的出现，隐藏在各处的探子们纷纷屏住了呼吸，有人立即转身去报信，有人则继续潜伏观察。空旷的街道安静的可怕，只有你们3人的脚步清晰可闻。你目不斜视，径直朝着皇宫的方向走去。此刻，你正径直朝着皇宫的方向走去。就在临近皇宫的大街上，一队禁军突然拦住了去路，为首的将领是赵毅的心腹。二殿下，太后有令。话未说完，袁天罡微微抬头，冷眸一闪，那将领顿感如坠冰窟，剩下的话活生生咽了回去。你继续缓步前行，并未在意这个小插曲。不远处的一座茶楼顶层，4位皇子正看着你们，眼神有些意味深长。旁边一位宗师强者沉声道：“那个太监散发着宗师高阶的气息，那个黑袍人很可能是一位宗师巅峰。”此话一出，在场所有人都将目光锁定在了袁天罡身上。5皇子李泰安皱了皱眉，能请动宗师巅峰出手，二哥付出的代价恐怕不小。4皇子轻哼一声，语气中带着不满，也有可能是父皇留给二哥的底牌。父皇也真是偏心，将这般强者留给了二哥。大皇子则眯起眼睛，低声道：“几位前辈，请务必保护好我二弟的安全。”几位宗师强者闻言，并未第一时间应答，而是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各自辅佐的皇子。在得到示意后，他们几乎同一时刻从茶楼的窗口飞掠而出，转瞬间便已出现在你身后。为首的灰袍老者上前一步，抱拳行礼：“殿下，您的几位兄弟命我等前来相助，你似乎早有预料。”目光若有似无地朝茶楼方向扫了一眼，灵觉最敏锐的5皇子李泰安皱眉道：“二哥，刚刚是不是看了我们一眼？老5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”大皇子自信满满的开口：“这里可是有着隐秘法阵。”3皇子也是一笑：“放松些，我们只管看戏就好。二哥和叶后这场较量，无论谁胜谁负，对我们都有利。”4位皇子早已达成共识，如今的皇宫被叶家经营的固若金汤，他们绝不会亲自踏入皇宫以身犯险。派出几位宗师相助你已是他们能做到的极限。但更隐秘的是，出发前4位皇子不约而同地对各自派出的宗师下达了相同的命令：待你与叶后两败俱伤之时，立即出手将双方一并铲除。届时他们4人再各凭本事争夺皇位。这时大皇子李太前眯起了眼睛：“诸位，好戏就要开场。”茶楼内陷入短暂的沉默，4位皇子各怀心思。然而不出意外的话，
就要出意外了。只见你淡漠地看着那几位宗师强者，淡淡道：“孤的那几个兄弟许诺了你们家族什么好处？”几位宗师闻言，不禁皱眉为首的灰袍老者沉着脸开口：“殿下还是先顾好自己吧，我们奉命前来相助，会帮殿下对付叶后的。”谁知下一刻你突然冷声道：“元清，杀了他们！”遵旨。话音未落，只见一道寒芒闪过，几位宗师强者甚至来不及反应，便已身首异处。茶楼上的4位皇子见此一幕，猛地站起了身。大皇子李太乾脸色煞白，大宗师老二竟然让大宗师出手了。3皇子李太明双手颤抖，要知道他们背后的势力也有大宗师坐镇，但无论怎么劝说，换来的都是一句大宗师不会插手夺嫡。然而就在他们震惊之际，你身旁的刀力士突然消失不见。不好！5皇子李太安最先反应过来，但以为时已晚。下一刻，一股股劲风裹挟着他们离开了茶楼。这时众人才发现，这位一直跟随在你身后的红衣太监竟是一位宗师巅峰。等他们回过神来时，已经站在了你面前。几人脸色惨白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大皇子李太乾最先镇定下来：“二弟，你这是何意？我们好心派宗师相助，你却指使大宗师痛下杀手，你可知道这些宗师背后都站着怎样的人物？”3皇子李太明深吸一口气，脸色阴沉如水。整整5位宗师强者命丧于此，二哥这是在自掘坟墓吗？他们背后的势力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面对兄弟们的质问，你神色依旧平静。镇北元帅玄天、宗赵家、尹氏宗门，你们许诺了他们什么利益？割让国土、贩卖人口，还是将朝廷命脉拱手相让？4位皇子脸色难看，纵然他们与背后的势力关系亲切，可还不足以让其派出这些中流砥柱的宗师听命。他们也是承诺了很多东西。大皇子承诺镇北军统帅将北境3郡划为自治领地，3皇子应与玄天宗开放皇室秘藏的修炼典籍，4皇子答应赵家将江南漕运税收尽数相让，5皇子更是许诺尹氏宗门可以随意挑选皇族子弟为徒。不过他们自信登上皇位后，能让背后势力将这些东西吐出来。4皇子李太恒突然冷笑一声：“二哥何必在这里道貌岸然？你能请动大宗师出手，难道就没有付出代价让我猜猜是与之共治天下吗？”你闻言，嘴角微微上扬：“孤不需要向任何人许诺什么，至于你们勾结宗门、出卖国家，罪无可赦。”说着，你手中凭空浮现一柄古朴的长剑，散发着古老尊贵的皇道气息。能死在此剑之下，是你们的荣幸。4位皇子瞳孔骤缩：“你疯了吗？当街杀害至亲手足，此事传出去，你如何服众？”叶后此刻就在皇宫内看着我们兄弟相残啊！画面骤然转换，你的视野中只剩下一具鲜血淋漓的无头尸身。袁天罡如铁塔般护在你身前，手中的长刀滴落着血液。高力士则眯起双眼，警惕地观察着四周。殿下，刚刚大宗师出手，而且不止一位。这时，袁天罡沉声道：“原来刚才就在你的长剑落向皇子们脖颈的瞬间，突然数道攻击袭来，袁天罡回身护你，这才让他们有机会救走了几位皇子。当然，并没有全部救走大皇子李太乾被留了下来，作为镇北军统帅的靠山，他背后并无大宗师坐镇。在方才的混乱中，其他3位皇子都被各自背后的大宗师救走，唯独他被留下来，成为了你的剑下亡魂。”你看着大皇子的无头尸体，淡淡道：“逃得了一世，逃不了一世。他们逃不出大秦登基之后再处理他们吗？赵家、玄天宗、尹氏宗门，孤一个都不会放过。”随后3人转身离开，大皇子李太乾的尸首就这样暴雨皆是。天界贵胄的遗体此刻却无人敢上前收敛，暗处的无数探子早已震惊的目瞪口呆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！2皇子竟然真敢当街杀害他的兄长，不怕给自己留下污点吗？这还是小事，我不敢相信的是，大宗师竟然出现了，而且不止一位，那些可都是传说中的人物啊！这大秦的天怕是要变了。不久后，你捧着传国玉玺，畅通无阻的来到皇宫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你就一个意思，我才是正统的继承人，谁敢反对，谁就是乱臣贼子。此时的皇宫大门已经换了助手，由叶家宗师叶青山担任。叶青山没有阻拦，打开了大门放行。只是在你进入皇宫之后，身后沉重的宫门随即轰然关闭，皇宫成了围城。叶青山拱手道：“殿下，请随我来。太后娘娘与丞相大人已在太极殿等候。太极殿正是李玉天的灵堂所在，叶家特意选在此处会面，其用意昭然若揭。他们是要在先帝陵前强行夺取玉玺，完成所谓的继位大典。就这样，你一路畅通无阻的来到了太极殿。这里已经白布高挂，烛火悠悠，李玉天的棺木摆在大殿正中，100余位僧人正低声诵经，5位苍老枯瘦的身影站在不远处，他们看似是普通老人，却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。而在5人身后，叶后一袭素稿跪在灵前，4岁的9皇子李太元懵懂地跪坐在4皇帝的位置上，小手抓着自己的袖角，浑然不知自己正被当作棋子。而在他们不远处，叶相一脸悲戚地站立着，看似在哀悼先帝，目光却一直游离在你与那5位苍老身影之间。袁天罡走上前低声道：“殿下，那5人，一个大宗师9重，2个大宗师8重，2个大宗师7重。”闻言，你平静地点了点头，你认得这5人，当年跟随李玉天在祭祖时就见过他们。这些人都是宗师老人，很早的时候便看守太庙，从不过问俗事。此刻那5位老人的目光紧紧锁定在袁天罡身上，在场之人都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若有若无的杀意。袁天罡负手而立，平静地看着他们，浑身散发着丝丝阴冷暴虐的杀意。这群老头不管叶家摄政，反而要针对我们，你心中有些不满。身为宗室老人，不帮后辈，反而帮欺压后辈的世家，这些老人怕是老糊涂了。叶后率先打破了殿内凝重的气氛，他抬起泪眼朦胧的凤眸，声音哽咽：“苍是来看你父皇的吗？快来，你父皇平日最疼你。来人！”谁知你突然打断了他，指着跪在叶后身侧的宫女厉声喝道：“没看见太后凤体为何吗？若有个闪世姑拿你试问！”话音未落，数名内侍已慌忙捧着暖炉快步走来。随后你转向年幼的9皇子，语气温和：“9弟年纪尚小，身子骨弱，怎能在此受害？还不快带下去好生照看。”随后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，你径直来到9皇子面前：“9弟，起来一下，你把你二哥的位置占了。”9皇子还是个孩子，被你的突然爆发吓了一跳，连忙起身跑到了叶后怀里。你稳稳跪坐在本该属于4皇帝的尊位，然后将传国玉玺放在供案上，沉声道：“
父皇传儿臣玉玺，将大秦复兴的重任托付于儿臣，儿臣于临前立誓，必当励精图治，重整朝纲，一扫积弊，振兴大秦。若为此事，天诛地灭，不得好死。说罢，你转身面向众人，太阿，朕不知何时已握在手中，今日起，朕即为大秦新君。此话一出，叶后脸色阴沉如水。二皇子这是要谋反啊！先帝遗诏分明传位于九皇子，太后慎言。他话未说完，便被你打断。朕的父亲是皇帝，母亲是昭德皇后，无论立嫡立长，朕都是最优先的，朕还能造自家的反啊？叶孤舟眯起双眼，向前一步，冷声道：“二皇子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传国玉玺是先帝传给你的？本相严重怀疑，昨晚就是你加害先帝从宫中窃取传国玉玺，不然你如何解释？你刚离开先帝寝宫，先帝便龙御宾天，而且先帝早已预料到了你的狼子野心，事先便将传位诏书托付于本相保管。”说着，他从怀中取出一道明黄绢帛，这才是先帝真正的遗诏，请诸位过目5位皇室老祖宗的礼仪。抬手一招，那道绢帛便凌空飞入他手中，殿内顿时鸦雀无声，众人全都屏息等待这位大宗师的裁决。你目光深沉地看着这一幕，这正是试探5位皇室老祖立场的绝佳时机，同时你也想看看叶家还能拿出什么底牌。这时叶后趁机上前，声音哽咽：“诸位老祖明鉴，先帝临终前亲口对本宫说，要将皇位传给元儿。这逆子狼子野心不仅谋害先帝，如今还要夺他幼弟的皇位。”李仪浑浊的双眼扫过诏书，抬眼看了叶孤舟一眼，表情有些耐人寻味，既像是嘲讽，又带着几分玩味。叶孤舟被这道目光刺得脊背发凉，但随即听到的话语却让他紧绷的神经骤然放松。李仪声音沙哑道：“这封诏书确实是先帝亲笔所书，上面的传国玉玺印鉴也确凿无误。”此话一出，在场的叶家众人全都不约而同松了口气。5位皇室老祖的认可，意味着叶家在这场权力博弈中已迈过最关键的一道坎。李仪心中冷笑，他当然知道这封诏书是叶孤舟伪造的，竟敢大包天道仿制了一方足以乱真的传国玉玺，真是大逆不道啊！也真是上好的磨刀石啊！李仪并不准备亲自出手处理这个乱臣贼子，相反，他期待着看到你会如何应对这个局面。这位一直以来藏锋守拙的皇子，在失去大宗师的优势后，还能拿出什么手段来反制叶家？不过即使你输了也没关系，长安之外还有3、4、5皇子，他们会聚集势力逐鹿中原。而叶后所出的9皇子，虽然现在看起来唯唯诺诺，但这个流淌着李家血脉的孩子，迟早会展现出与生俱来的政治天赋。他们老李家就是天生的政治机器。李仪心中隐隐有些期待，这一代皇子无论谁成就至尊，都必将是一代雄主。而此时的你则眼中寒光流转，心想这5位皇室老祖真是活腻歪，竟眼睁睁看着乱臣贼子颠倒黑。来，叶后这时抓住时机，厉声冷喝道：“李太仓，你这个弑父篡位的逆贼！先帝是你的生身父亲，就因为不传位给你，你就要加害于他吗？”叶孤舟也趁机附和：“狼心狗肺之徒也配站在先帝灵前，交出传国玉玺？我叶家给你作为皇子的体面。”说罢，他冷哼一声，自身宗师巅峰的修为瞬间爆发，霎时间，那些诵经的僧人身形突然暴起，迅速将你与高力士围拢。此刻这些僧人哪里还有平静祥和，只有无尽的杀意。隐藏在暗处的5位叶家宗师强者也纷纷出现，他们的境界都在7重之上。袁天罡眼神冷冽，正欲出手，却被5位皇室老人呈五角星围住。见叶家撕破脸皮，一看向将袁天罡围拢的5位皇室老祖，问道：“叶家遇事的各位老祖不管啊？”5位老人中仅有最年轻的李武看到叶家如此行为的时候紧锁眉头，但当他抬起手来时，却被另外4位老人用眼神制止。他咬了咬牙，只能将抬起的手重新放下。见此情形，叶孤舟松了口气，若是这几位出手帮助你的话，他们叶家可真就死无葬身之地。叶家众人抽出长刀，杀意盎然：“李太仓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，下去向先帝陛下恕罪吧！”见这些人拔刀，袁天罡怒发冲冠放肆，他怒喝一声，杀意如洪流般爆发。不过就在他要出手的那一刻，5位皇室老人身形暴起，只是眨眼间便将袁天罡的气势便被按压下去。为首的李一质问道：“阁下是哪门哪派的？不知道有大宗师不得插手夺嫡的规矩？你背后的门派是活腻了吗？”袁天罡沉声道：“我是陛下的臣子，还请各位皇室前辈让开。”听他如此回答，李一的额头青筋暴起，到现在了还装？老朽最后问一次，你师承何门？此举是想取代我李秦皇室君临天下吗？话音落下，5位大宗师高阶的气势同时爆发，殿内骤然掀起灵压风暴，而你依旧纹丝不动地端坐在主位上，眼神愈发冷冽。李斯这时将目光看向了你，还有你无能的后辈，竟然敢和大宗师勾结，你以为你能操控得动大宗师吗？是嫌我李秦的国祚太长了吗？李玉天也是疯了，竟将传国玉玺交给你这个蠢货。此话一出，叶孤舟面色变缓，他没想到自己精心准备的诏书竟然没骗过这5位皇室老祖。不过显然这5位老祖能容忍他叶家矫诏，却容忍不了大宗师插手皇室之事。眼看自家陛下被人辱骂，高力士忍不住了，做事就要上前，可下一刻却被大宗师的威压震慑在原地，无法动弹。叶后在殿后看着这一幕，神色得意，唇角勾起讥诮的弧度：“元儿啊，你以后就要当了皇帝，一定要对娘和舅舅好，知道吗？”李太元懵懂的点了点头，但那清澈的双眸深处却夹杂着冷冽的幽光。此刻你也是明白了，这些皇室老祖为何能容忍外戚专权大宗师实力超然，他们本身的作用就是用来震慑其他大宗师的。不过你并没有给他们面子，而是沉声道：“5位老祖公然违抗朕的旨意，是觉得自己能凌驾在皇帝之上的。”李一冷哼一声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称朕这个大宗师不出？我们不会回去的。至于你，自求多福吧。”说话间，5位皇室老人的威势加重，太极殿都发出不堪重负之哑声。叶后嘴角勾起讥讽的笑容，叶孤舟也难掩心中的兴奋。然而就在他们畅想未来的时候，殿内突然爆发煌煌天威，放肆铮的一声，李手的太阿剑应声出鞘。下一刻，殿内突然爆发煌煌天威，放肆铮一声，你手中的太阿剑应声出鞘。刹那间，一道刺目的金芒自剑锋迸发，剑光所过之处，空气都仿佛被灼烧出裂痕。那5位皇室老祖联手催动的大宗师威压，原本如怒海狂涛般席卷大殿，却在你剑
剑光斩落的瞬间被硬生生撕裂，殿内突然陷入了诡异的寂静。叶孤舟目眦欲裂，握剑的手都在颤抖。什么？不可能！叶后瞳孔骤缩，失声惊呼：20岁的宗师巅峰绝对是幻想！5位皇室老祖也是皱起眉头，目光凝重地看着你。他们一方面是震惊你的修为，另一方面则是震惊你竟然以宗师9重的修为硬汉大宗师。这时你踏前一步，脚下的青砖尽数化为齑粉，周身的威压让在场之人都喘不过气来。先帝，灵堂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，你们5人有没有把皇帝放在眼里？这一声喝问如同9天雷动，5位皇室老祖面色难看，他们竟然在你的身上感受到了威胁，但你却并不意外。所修的功法乃是人皇阵势诀，若不能跨越1、2个大境界斩敌，怎么能称得上是无上功法？看着剑拔弩张的气氛，叶孤舟心中升起一丝不安，他不动声色地扫过殿内众人，最终落在叶后身上。两人目光相接的瞬间，叶后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，随即将九皇子拉在身后，低声吩咐：“元儿，你跟嬷嬷先回家。”他说的回家不是指慈宁宫，而是叶家。那老嬷嬷立即会意，掀起李太元的手便缓步后退。可就在他们离大门仅有几步之遥时，一位红衣太监突然拦在了门前，正是高力士。他缓缓扣上大门，声音阴柔却不容抗拒：“陛下没说让你们走。”老嬷嬷脸色一变，放肆睁开你的狗眼，看看你一个阉人也敢阻拦九皇子殿下！他的声音中裹挟着凌锐的杀意，狂暴的灵压席卷而出，竟然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宗师强者。高力士神色平静，脚下无数暗影开始浮动，数不清的阴冷诡异符文开始蔓延，转眼间便附着在了太极殿的大门上，形成一道黑色屏障。我是陛下的奴婢，可不是你们叶家的，老老实实待在原地，等待陛下圣裁。老嬷嬷将在原地进退两难。此刻他才发现，这个红衣太监竟然是宗师巅峰修为，可是看此人如此年轻，怎么会放弃自己天骄的身份，甘心在你身边做一个太监？九皇子李太元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面无血色，躲在老嬷嬷身后，紧紧抓着她的衣角。同时，4岁的他心中升起一丝怨恨，我可是皇子，太监这样的家奴竟然敢对我不敬，等我当上皇帝，一定要把皇宫内的太监全部清理一遍。叶孤舟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，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他将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你身上，反而忽视了那个红衣太监。那红衣太监释放出的阴冷俘虏，让同为宗师巅峰的他都感到莫名心悸。叶后见儿子恐惧，立即上前一步：“大胆！你一个卑贱的阉人也敢对皇子无礼！本宫今日偏要出殿，你莫非还要对本宫动手吗？”高力士面色平静地注视着他：“太后娘娘言重，奴婢怎敢对皇室不敬？那就让开！”叶后怒喝一声，高力士微眯双眼，侧身让开。只是附着在太极殿上的阴冷符箓更加繁杂，近3丈之内都难以靠近。叶后强压下暴怒的情绪，周身灵力滚动，却不敢出手。他和老嬷嬷加起来也打不过这个红衣太监，而兄长叶孤舟此刻也无暇分身。你也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形，暗自点了点头。高力士的表现令你十分满意，不愧是千古贤宦，对局势洞若观火。你与皇室老祖和叶家宗师对峙，无暇分身，而高力士完美的掌控住了局面，没让九皇子有机会逃回叶家。若让他逃走，虽不至于动摇大局，但势必会带来诸多麻烦。叶家在外经营多年，势力盘根错节，一旦让他们带着皇子离开长安，必定会借机生事。此刻殿内的局势已然明朗，高力士牢牢掌控着出口，叶后一挡插翅难逃。现在是时候解决眼前这些碍事的皇室老祖和叶家宗师了。5位皇室老祖复杂地看着这个年轻后辈的城府之深，手段之老练，天赋之卓越，着实令他们震惊。20年来藏锋守拙，隐忍不发，让一位宗师巅峰的天骄以太监的身份侍奉在你左右，如今更是借助李玉天的葬礼，将叶后母子与叶孤舟聚在一起，一网打尽。这样的心性，亘古谋略，让他们感觉你简直就是太宗皇帝在世。想到这5位皇室老祖对视一眼，无声中达成了某种共识。李仪收敛气势，缓缓开口：“既然李玉天将传国玉玺传给了你，那你就是大秦的新皇帝了。至于那份诏书，就此作罢。”此话一出，犹如晴天霹雳，叶家等人全都被吓得面如土色。叶孤舟壮着胆子开口：“5位前辈，高皇帝祖训明令大宗师不得插手夺嫡。”住口！李武厉声呵斥：“我们用你提醒高皇帝的祖训是什么吗？你叶家祖训就是教你们这些后辈祸乱朝纲，残害皇嗣吗？”叶孤舟顿时汗如雨下，连称不敢。李仪没理会他，而是对你说道：“我们相信你能振兴大秦，但高皇帝的祖训不能违反。”说着，他指向袁天罡：“把他交给我，我们立刻返回太庙，不再过问你的事。”孩子，大宗师不是那么好驾驭的。李三爷苦口婆心的劝道：“高皇帝立下祖训自有深意，我们这些老骨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秦的江山永固。”叶孤舟听完此话，心情轻松了不少。只要没有大宗师，他们就还有希望。要知道，叶家的势力盘根错节，玩起权谋来，你根本不是对手。此刻的你，面若寒霜，目光如剑般扫过5位皇室老祖。若朕不把他交给你们，又待如何？李仪冷哼一声，周身气的是骤然攀升，大宗师的威压如潮水般席卷整个大殿，那就要看看你这个新君能不能承受5位大宗师的怒火。孩子，凭你的手段，即使没有大宗师，也能平息叶家之乱。李三见状，语气稍缓：“何苦为了一个外人违背祖训呢？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啊！”袁天罡目光复杂的望向原本的不良帅袁天罡，就是忠君爱国，更何况系统还加了绝对忠诚的版，所以不论你做何选择，他都会无条件执行。但只要你答应5位皇室老祖的要求，他将即刻拔刀自裁。而看着5位皇室老祖的咄咄逼人和袁天罡决绝的眼神，你直接被气笑。你们把朕当什么人啊？你们5个绑在一起，能比得了朕的元亲吗？你们当真以为朕会为了所谓的祖训就自断臂膀？朕今日若把忠诚的臣子交出去，明日还有谁敢为朕效死？朕还有脸当这个皇帝吗？李毅脸色阴沉，正要开口，却被你抬手制止住口。朕今日就把话说明白，袁天罡是朕的左膀右臂，谁若动他，便是与朕为敌。话音落下，殿内一片死寂。5位皇室老祖脸色阴沉如水，显然没料到你竟然如此强硬，敢反对他们皇室老祖。袁天罡有些感动的看着，没有臣子不喜欢这样的帝王，甘愿冒风险也不舍弃臣。而叶家这边却是兴奋不已，叶后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。小畜生，真狂啊！你纵然再妖
孽，也不可能杀大宗师啊！看来今天我的云儿势必要称帝。叶孤舟更是激动的浑身发颤，内心不住的呐喊：打起来，打起来！最好打个两败俱伤，届时我叶家可自立为帝。反观五位皇室老祖则怒发冲冠，李一怒吼道：李太仓，你当真要一意孤行，违背太祖遗训不成？李四也怒不可遏的看着你，你以为你20岁是宗师巅峰就天下无敌了吗？比武周身灵气激荡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质疑太祖皇帝的圣选？难不成你认为自己比高皇帝还大吗？恐怖的威势扑面而来，以乌黑的长发在灵力激荡中肆意飞扬。高皇帝是皇帝，朕就不是皇帝了吗？朕看这些老皇帝早就该改了。太庙护道者不听从皇帝旨意，与谋反合一。听到你的言辞如此尖锐，五位老祖当即就有些失控。反了高皇帝的祖训是你能辱的吗？数典忘祖的狂妄小儿，你气势惶惶，如天威将士祖宗之法是治理祖宗的土地，如今祖宗的土地都不知道丢了多少。当今世家大族猖獗，朕看就是因为高皇帝这迂腐的规矩。你们5个今天要么臣服新居，要么就下去见你们的高皇帝。好个不忠不孝的孽障！今日老夫就要替天行道！李二怒喝一声，全身灵力激荡，以剑眉倒数淡漠道：元清动手。下一刻，袁天罡的身形突然暴起，天罡诀被他运转到极致，整座太极殿都被笼罩在浓郁的天罡气中。紧接着，啪一声清脆的耳光声响彻大殿，袁天罡右掌抡圆，结结实实的扇在了李二脸上，狂暴的气劲直接将李二扇得倒飞出去，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。李一眼疾手快闪，身上前接住了他，连退数步才卸去这股巨力。袁天罡怒喝一声：再敢辱骂陛下，本帅就撕烂你的嘴！此刻的李二头晕目眩，视线模糊，口中数颗牙齿不翼而飞，鲜血顺着嘴角流下。活了几百年，他何曾受过这种羞辱？而且还是被一个后辈当众长官，找死如我大秦太庙护道者，简直没把我李秦皇室放在眼里。你背后的宗门不想活了！5位皇室老祖厉声高喝，恐怖的威势让整座大殿都在摇晃。说你们蠢孩，真蠢！你冷声道：朕才是李秦的至尊，你们5个算什么东西？说着，你指着叶孤舟和叶后母子的方向，叛逆之贼你们不管，反而还要残害朕的股肱之臣，念你们守护太庙多年，元清给他们个体面尊旨。说话间，袁天罡抽出长刀，刀光劈裂，横扫一切，瞬间便斩向了5位皇室老祖。不自量力！李一怒喝出声，祭出法器，霎时间化作了一道骨钟。袁天罡的长刀劈在骨钟上，发出剧烈的爆鸣声。然而骨钟不仅毫发无损，反而将那刀光完全吸收。其余4位老祖齐齐将灵力杀招打在骨钟上，被吸收的刀光立马以更加恐怖的威势朝袁天罡折返回去。袁天罡神情凝重，连忙长刀横挡，轰的一声便被震退数十步，他手中的长刀也应声碎裂。李一见状，神色得意，这法器自第1代太庙护道者便开始酝酿，我大秦2600年的底蕴，岂是你能抗衡的？袁天罡扔掉残刀，天罡之气化为长剑，准备再次攻击骨钟。然而这时你却突然出声道：朕倒要看看，是你们的乌龟翘印，还是朕的剑影。说罢，你全力催动人皇阵势，绝太阿剑剧烈震颤，散发出霸道至极的黄道气息。5位皇室老祖不敢托大，那柄古朴的长剑让他们感到了生命的威胁。随即他们同时掐诀，5道浑厚的灵力再次注入骨中，这口传承2000多年的法器顿时金光大盛，一阵阵黄金波纹从钟身上荡漾而出，如神山般屹立不倒。随后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，骨中携带着毁天灭地之势向你镇压而下。袁天罡的眼神中第一次出现击破他能感觉到这一击的恐怖。寻常的大宗师9重都要饮恨在这骨中之下，即使是他也要避其锋芒，更何况你只是宗师巅峰。然而就在他准备替你挡下这一击时，却突然听你厉声喝道：让开！袁天罡顿时停在了原地，看向你的眼神中充满了费解。只见此刻的你长发飞舞，身上衣袍猎猎作响，配合着内容煌煌如天威，就如同年轻的上古人蝗虫再现人间。今天就用你们5个的性命来告诉天下人，大秦只能有一个声音说着你浑身霞光四射，有一种滔滔大河般的炽盛光辉彻底爆冲而出。此伴随着你一声震天怒吼，手中的太阿剑瞬间斩出，剑鸣声犹如晴天霹雳般响彻云霄。紧接着轰隆一声，剑光与黄金骨钟相撞，骨钟上瞬间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纹。什么5位皇室老祖顿时瞪大了眼睛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那可是无数大宗师祭炼的法器，也是他们傲视天下的底气，可现在竟然被一个小辈打碎了。祖宗的规矩就和你们的破钟一样，该打碎重来了。说着，你冷笑一声，生太阿剑剑运更甚。下一刻又是轰隆一声，传承无数代的护道者法器黄金骨钟轰然破碎，眨眼间化作了漫天金光。5位皇室老祖遭受反噬，纷纷口吐鲜血，他们面色惨白，眼中满是惊惧和不可置信。而叶家那边更是面如土色，尤其是那100余位玄海境的僧人，早已在刚才的余波之下死伤大半。叶孤舟脸色阴晴不定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他环顾四周，想要率先离开，可高力士那平静深邃的目光却始终锁定在他与叶后母子身上。叶后紧紧抱着瑟瑟发抖的李太元，精致的妆容早已被冷汗净化。短短几分钟，他从胜券在握的狂喜跌入绝望的深渊，这种巨大的落差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怀中的李太元似乎也感受到了母亲的恐惧，小小的身子不住的颤抖。你双眸的神光已经消散，剑运隐藏，天威收敛，没有管那5位皇室老祖，而是惊异的看向手中的太阿剑。此刻的太阿剑已经如普通的长剑般锋芒收敛，再无方才那种令人心悸的威势，你也没有了那种握住长剑便唯我独尊，君临天下的感觉。你用手指轻轻弹了弹剑身，发出一声清脆的狰狞，是他们把你激怒了吗？神剑有灵，更何况太阿剑这样的君王之剑。刚刚皇室老祖的辱骂和黄金骨中镇压的举动显然怒了，这柄高傲的帝王之剑，区区臣子炼制的法器也敢妄图镇压真正的帝王，那就直接斩碎。而现在大敌已破，他又恢复了往日的内敛，仿佛方才那惊天动地的一剑从未发生过一样。遭受反噬的5位氏老祖已经无力再战，他们眼神复杂的看向你，其中有欣慰钦佩，
也有无可奈何与不敢。但随即年纪最长的李毅还是开口提醒道：“皇帝，你身边这个大宗师一定别有用心，能杀就杀了。大秦若亡在你的手里，你还有何颜面到地下见列祖列宗啊？”闻言你叹了口气，真是服了这些老顽固。虽然你毫不怀疑这5人的忠诚，但是留着只会给自己埋下祸患。元清，给他们个体面吧。遵旨。袁天罡说罢，直接挥出5掌，5位皇室老祖瞬间便失去了生机。叶家众人看着这一切，连大气都不敢喘，生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。叶孤舟汗如雨下，张了张嘴，刚要说些什么，却见你抚摸着太阿剑，眉头紧锁，似乎在思索什么重要的事。下一刻，你身形闪现，挥舞长剑，突然砰一声闷响，只见一位叶家宗师的脑袋顿时如同熟透的西瓜般爆裂开来。这一幕让在场叶家所有人都头皮发麻，因为刚刚你根本没用灵力，只是用蛮力就生生打爆了一个宗师的脑袋。血雨中，你轻抚着太阿剑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虽然剑运收敛，可硬度还在不错。”叶孤中都从嘴里挤出一个字，却没敢说下去。此刻的他连拔剑的勇气都没有。突然，他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眼中重新迸发出希望的光芒。随着铮一声长剑出鞘，叶孤舟拔剑斩出了自己最强一击。紧接着，令所有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。叶孤舟拔剑斩出了自己最强一击。紧接着，令所有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。叶家的3位宗师强者直接被拦腰斩断。叶后惊骇地望着这一幕，哥哥是疯了吗？本就处于劣势境，还将自己的属下斩杀。你挑了挑眉，意味深长地注视着叶孤舟，强行平复情绪后，双膝跪地：“陈管教无方，罪该万死，现已亲手清理门户。从今往后，叶家愿为陛下效犬马之劳。不愧是千年世家的家主，如此绝境，竟也能寻得一线生机。”你嘴角含笑，语气中是毫不掩饰的赞赏。叶孤舟闻言，心中顿时涌起一阵狂喜，一旁的叶后却满脸茫然，怎么刚刚还喊打喊杀的，如今你却夸起自家哥哥？叶孤舟瞥见妹妹这副模样，不由得在心中叹息，这个妹妹在后宫争宠斗艳，或许是把好手，但要论及朝堂权谋，实在是太过浅薄。不过好在叶家还在他手里，他有自信，在你的朝代依旧可以如鱼得水。然而就在他准备起身之时，你却按住了他的肩膀，那只手看似随意的搭着，却让他动弹不得。叶家主，你觉得他们该如何处置？说罢，你看了看叶孤舟身后，叶孤舟心中一沉，他的身后就是叶后母子。叶后还好，毕竟是李玉天的皇后，或可有一线生机，但李太元这个9皇子不死，对你的皇位永远是个威胁。想到这，他的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，他明白，若想保全叶家，就必须弃卒保车。你这是在逼他那头名状。叶孤舟无奈地回头看了一眼，那是一种令人心碎的复杂神情。叶后看到这个眼神的瞬间，整个人如遭雷击。你们不能这样，元儿才4岁，他什么都不懂啊。李太元这时也被吓坏了，在叶后怀中不安地扭动着，发出微弱的啜泣声。你缓步走到叶后身前寂静的大殿中，你的脚步声格外清晰，也让叶后母子2人更加恐惧。那个宗师境的老嬷嬷挡在面前，布满皱纹的脸上满是死志。他刚要说些什么，突然啪一声闷响，已随手一挥，恐怖的灵力瞬间灌输在老嬷嬷身上，老嬷嬷瞬间如气球般炸裂开来，粘稠的血液溅了叶后母子2人一脸。叶后呆滞地抹了把脸。3年前，他在后宫中因为些小事杖毙宫人，妃子可还没见过如此血腥的场面。李太元更是被吓得魂飞魄散，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，甚至连哭泣都忘了，只是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你探出手，直接将叶后怀中的李太元抓了出来。母后李太元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，四肢奋力挣扎，想要挣脱你的手，可在你眼中，对方就是一只虫子，虫子怎么可能挣脱巨龙的手掌？元儿不要！叶后发疯般的扑上前，想要抢回自己的孩子，甚至调动全身的灵力，可是他的那点修为在你面前如同皮肤汗数，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。你将李太元抓到眼前，呵斥一声：“别哭了！”李太元的哭声戛然而止，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。下一刻，你的表情忽然柔和下来。九弟，你就这么怕二哥吗？李太元鼓起勇气，抬头看向你，心中升起了前所未有的恐惧。你轻抚他的头顶，九弟，若是二哥放了你，你未来会怎么做？老实告诉二哥，二哥不会怪你。你那只轻抚着李太元头顶的手，正是方才一掌击毙老嬷嬷的手，上面还沾染着他的鲜血，嫣红的鲜血顺着额头滑落。李太元突然感到一阵愤怒涌上心头，老嬷嬷待他极好，现在却这样惨死在面前这个二哥手中。紧接着，李太元声音颤抖，但那双稚嫩的眼睛里竟闪烁着与年龄不符的坚定。我未壮，壮则有变，好有骨气，不愧是我李家的皇子。你大笑一声，那笑声在寂静的大殿中传开，显得极为恐怖。叶后见此一幕，直接瘫坐在地上，整个人面无血色。叶孤舟则低下了头，闭上双眼，不敢直视。五弟，你还记得你八哥吗？这时，你突然提到了那个早夭的八皇子。李太元神色茫然，显然对这位早逝的兄长印象模糊。然而，叶后与叶孤舟闻言却是浑身一震，脸色骤变。2年前的一个午后，李太元缠着要找八皇子玩，5岁的八皇子便牵着2岁的李太元在御花园玩耍。孩童嬉戏间，李太元不慎摔倒，哭闹不止。结果次日凌晨，工人们就在八皇子的寝殿外发现了他的尸体，死因极为荒诞，从寝殿的屋顶坠落而亡。一个5岁的孩子，除非长了翅膀，不然怎么到的寝殿屋顶？而其母妃的死也是可笑至极，那位出身卑微的嫔妃被殿内掉落的烛台砸死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，幕后黑手就是当时权势滔天的叶后。可是这件事根本没人过问，即使是李玉天也只是叹息了一声，象征性的吩咐加强宫中守卫，便不再追究。叶后此刻面如死灰，他万万没想到你会突然提起这桩旧事。你的目光如刀般扫过叶后颤抖的身影，孩童间的嬉闹却招致如此残忍的报复。5岁的孩童，无辜的母亲，就因为他们没有背景就该死了。说罢，你轻点。李太元额头平静道：九弟，你和你八哥一样，他是怎么死的你也一样。这句话直接击破了叶后最后一丝理智。陛下，不要啊！他突然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，整个人如同疯魔般倒在地，砰砰砰，一声声闷响在大殿中回荡。叶后疯狂地磕着头，青石板都在他的撞击下出现了裂纹，可见他用了多大的力气。陛下，求求您！他抬起鲜血淋漓的脸，颤抖着向前爬行。你惩罚我吧，一切都是我做的。八皇子
是我害死的，他母妃也是我杀的，我愿意千刀万剐，只求您放过元儿。叶后起身，疯狂地扇着自己巴掌，声音已经嘶哑的不成样子。我承认是我蛇蝎心肠，是我残害黄嗣远，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求您开恩。元儿是你的弟弟，他才4岁，朕的八弟也才5岁。你没有理会叶后的哀求，说完一把将李太元抓起，高高举过头顶。叶后尖叫着低下头，捂着眼睛不敢再看。作为一个母亲，看着自己孩子身陷囹圄，却无能为力，这太残忍。谁知高力士直接上前抓住了他的头发，让他亲眼看着李太元的结局。妖后，朕要你好好看着自己儿子是怎么死的。这是第一次说罢，砰的一声闷响，随即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。他挣扎着起身，想要逃离。二哥，不要，求求你！你刻意将灵力全部收敛，并且只用了一点力气，不然对方连哭喊声都发不出来就被摔成肉泥。听到李太元的哭喊，叶孤舟的身躯颤抖了一下，可还是不为所动。叶后撕心裂肺地尖叫着，他拼命想要将李太元抱入怀中，却被高力士牢牢禁锢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你再次面无表情地将李太元提起。李太元的小脸阴苦扭曲着，他颤抖地伸出小手，向叶后的方向抓去。娘亲，舅舅，元儿好疼！叶后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尖叫。元儿，他才4岁啊，为什么要针对一个孩子？叶孤舟死死地咬着嘴唇，陛下终究是先帝的子嗣，给个痛快吧。然而你像是没听到一般，自顾自地说道。第3次，这次摔落时，李元已发不出完整的哭喊声，只能发出微弱的呜咽。他痛苦地蜷缩起来，像只受伤的小兽。此刻，叶后已经瘫软在地，泪水与血水模糊了他的视线。他拼命地磕着头，嘴唇颤抖着，却发不出声音。叶孤舟也终于忍不住落下泪来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虽已决定将九皇子舍弃，但他终究是叫自己一声舅舅的外甥。第4次，这次李太元已几乎发不出声音，只有微弱的抽泣声证明他还活着。他的小脸布满泪痕和血迹，四肢无力地摊开着。这时，叶后突然停止了挣扎，他的眼神变得空洞，仿佛灵魂已经离开了躯体，只有不断颤抖的双手证明他还活着。随着第5次重摔，李太元终于彻底安静了下来，他一动不动地躺在血泊中，全身骨骼尽损，再也发不出一点声音。高力士也解除了对叶后的禁锢，在禁锢解除的瞬间，叶后如同离弦之箭般扑向那具小小的身体，他颤抖着将李太元抱在怀里，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他脸上的血迹。你冷眼看着这一切，声音平静的可怕。现在你知道失去至亲是什么感觉了吗？叶后缓缓抬头，他的眼神已经彻底涣散，嘴角却诡异的扬起，呵呵，他神经质地笑着，将李太元的小身体紧紧搂在怀里。元儿睡着了，别吵醒他。叶孤舟看着妹妹疯癫的模样，心如刀绞，但你的心中却没有升起一丝波澜。你太清楚叶家这些年都做过什么了。李太元是孩子，其他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吗？你对李太元并没有仇恨，只因为他是叶后最珍惜之物，你就要在叶后眼前摧毁他，让这个蛇蝎心肠的妖后也尝尝后悔的滋味。随即你拔出太阿剑，冷漠地注视着已经神志不清的叶后。叶孤舟见状大惊，连忙卑微地伏跪在地上。陛下，九皇子已死，叶家对您再无危险，求您开恩啊！叶后再怎么不堪，也是先帝的皇后，按礼法您还要尊称一声母后。然而你却不为所动，依旧冷漠地打量着叶后。叶孤舟抬起头，眼中布满了血丝。大秦的国君焉能是母？宁可将他幽禁深宫，束之高阁。他已经疯了，饶他一命吧。闻言，你瞥了他一眼。大秦的历史上确实没有弑母的，即使是母子争权最尖锐的武帝，一招也只是将太后的母族全部斩杀，然后将太后软禁。随后，你的目光在叶后身上停留了片刻。你说的不错，大秦已孝治天下，朕确实不能背负弑母的骂名。此话一出，叶孤舟紧绷的身体终于稍稍放松，额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滑落。谁知下一刻，你突然抬手指向一旁的高力士，高力士立刻会意，从袖中抽出白绫，准备绞杀叶后。谁知你又摇了摇头，你不行，你是朕的贴身内侍，怎么能绞杀太后呢？说罢，你的目光转向袁天罡，袁卿，你来。袁天罡点了点头，从高力士手中抽走白绫。叶孤舟看着这一幕，脸色瞬间铁青，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被耍了。陛下，您这样做，叶家必胜内乱，难以更好的辅佐陛下。你无所谓的说道，朕本来也没想用你们，一会儿就带人屠你叶家满门，朕还要把你和叶后母子的脑袋挂在叶家大门上，让你们亲眼看着朕是怎么屠杀你们家族的。话音落下，叶孤舟顿时如遭雷击，你耍我？你皱眉看向高力士，朕有答应过叶相什么吗？高力士摇了摇头，奴婢没听见李太仓。叶孤舟豁然起身，指着你破口大骂，想不到你竟如此短视，没我叶家辅佐，你以为你能掌控朝堂吗？诸皇子隐匿，你能找到吗？朕不出长安，谁认你这个皇帝？闻言，你突然放声大笑，叫大秦已经被你们这些世家注视的千疮百孔，没了你，叶家难道还能更糟不成？朕如何治理天下？不劳你费心，还我元儿。另一边，袁天罡一把扯开叶后的孩子，癫狂的叶后发出了凄厉的尖叫，他疯狂地扑向袁天罡，却在半途被白绫缠住了脖颈。紧接着，白绫骤然收紧，叶后的叫喊声戛然而止。叶孤舟没敢回头看妹妹的惨状，两行泪从他的脸颊滑落，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即将发生的惨剧。家族大火，一具具熟悉的尸体倒在血泊中，这些画面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。都是我的错，为什么要去争那个位置？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？叶孤舟声音哽咽，疯狂地捶打着地板。下一刻，高力士在你的示意下随意挥出一剑，这位曾经权倾朝野的叶家家主就这样被斩杀了，尸体重重倒在地上，双目圆睁，死不瞑目。太极殿内剩余的叶家人也被高力士和袁天罡全部清理，没有理会他们的求饶。你就在椅子上面无表情地看着这场屠杀，似乎高力士将叶后和叶孤舟的头颅割下，提在手里，静静地等着你的吩咐。你皱起眉头看着他，这是做什么？高力士躬声应道：回陛下。
您刚不是说要让他们亲眼看着叶家灭亡吗？你怔了怔，随即失笑，包干得不错，只能说真不愧是系统召唤出来的千古闲话，一举一动非常符合自己心意。一想到系统提示音也传来了，叮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登基为帝，获得奖励，天赋天生劲道，万劫星辰瞳，100年修为，3次召唤次数。等你回过神来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变了，不需要运转法诀，就能清晰感知到灵气流动的轨迹，呼吸间束光点自发涌入体内，这就是天生劲宝。与此同时，你的眸中深邃流光，似乎有万千星辰在流转，此刻竟然能在大白天看到空中无数闪烁的星光。下一刻，100年修为开始灌顶，在天生劲道天赋的影响下，一股暗含时空法则的至高伟力笼罩了人皇阵，视觉自主运转，宗师与大宗师之间的境界壁垒轻易突破。与此同时，你的修为也开始不断攀升，大宗师1重2重，顷刻间就达到了大宗师巅峰。然而这还没完，你的力量仍然在疯狂增强，对武道意图的理解也越来越深。只是就在你即将跨越天人壁垒时，体内突然出现无数禁制，化作灵锁，死死禁锢着你的修为。你面色一变，竟然感到了一股陌生又熟悉的气息。谁知就在你即将跨越天人壁垒时，体内突然出现无数禁制，你面色一变，竟在其中感到了一股极陌生又熟悉的气息。但这些禁制怎么可能拦得住你？下一刻，万劫星辰瞳骤然发动，你体内的禁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消融，随着轰隆一声，一瞬间冲破桎梏，踏入了天人境界，然后一直到达了天人3重巅峰，才渐渐平稳下来。而此刻，高力士与袁天罡的表情可谓精彩纷呈，两人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难以置信，自家陛下的修为竟然跟坐火箭一样，到最后连大宗师巅峰的袁天罡都看不透。但此时你并没有因为境界的突破而欢喜，反而感觉很愤怒，因为刚刚那些禁制上的气息是你已故的生母昭德皇后的。小时候，你最喜欢的事就是蜷缩在母亲怀中，闻着母亲安宁的味道入睡，可现在现实却告诉你，母亲有大秘密，这让你如坠冰窟，甚至怀疑母亲是否真的和记忆中一样温暖慈祥。那强大的禁制，分明是在你很小的时候后种下，若不是有万劫星辰瞳与100年修为，你很可能在突破天人时身受重伤，修为尽废。这么歹毒的禁制，到底是对自己有多大的仇才会种下？怪不得你的父亲李玉天虽然一直削弱你嫡长子的身份，却一直庇护着你不被叶家杀害。怪不得他临终前说了一段似是而非的话，然后还将传国玉玺给恩。所有的疑点在此刻串联呈现。父皇不是信任你、看重你，而是忌惮你的母亲。想到这，你额头青筋暴起，一脚将李玉天的棺椁踢死。老东西，死了都要把秘密带进棺材。说罢，你抬脚就踩在了李玉天的尸身上，紧接着燃起凌厉火焰，将地面上的所有尸体都化为了灰烬。见此一幕，即使是见惯大风大浪的高力士和袁天罡，也不禁眼角抽搐。自家陛下可真是不拘一格。其实你骂李玉天的话还真没错，作为一国之君，任由外戚专权，身为人父，他更是失职。从小刻意削弱你嫡长子的身份，却要暗中保护你不被叶家加害，种种矛盾的举动，不过是将你当做了一枚棋子，最后又硬将你推上皇位。假如没有系统，那种情况下，你必会被叶家折磨致死。恐怕这正是李玉天想看的。看着满殿的灰烬，你冷笑更甚。父亲利用你母亲在你体内种下禁制，各个兄弟更是要杀你。本以为穿越到这个世界，能尝一尝亲情的滋味，可到头来，连记忆中最亲的母后也把自己当做了棋子。皇帝可真是孤家寡人啊！下一刻，你眼中再次闪烁出厉芒，灭叶甲高力士和袁天罡立刻领命，随即快步跟上。就在踏出殿门前，你心念一动，使用了系统召唤。叮，恭喜宿主召唤5000黑龙禁军。霎时间，整座皇宫都为之一颤，广场上5000名身披漆黑重甲的战士列阵而立。而此刻，叶家老祖端坐在大殿主位上，那双历经沧桑的眼睛里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凝重。方才他在密室修炼时，清晰地感应到了太极殿方向爆发的那场大战，那股恐怖的力量波动让他这个活了几百岁的大宗师都感到心惊肉跳。这股力量绝非现在的我能企及的。叶家老祖呢喃自语着，突然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闪过，好，现在就走。但当他目光扫过大殿外那些忙碌的叶家子弟时，嘴角却泛起一丝苦笑。若今日他弃家族于不顾，道心必将受损，而且他将永远活在自责与愧疚中，那比死了还要痛苦。突然，叶家老祖盯着晴朗的天空，声音沙哑，他们来了。下一刻，突然轰隆一声，一道惊雷毫无征兆的炸响，震得整个叶家府邸都在颤抖。转瞬间，万里晴空被乌云吞噬，天色骤然暗沉如墨。叶家众人惊恐地聚集在庭院里，仰头望着这突如其来的天象异变。只见那浓密的乌云中，隐约可见一条条狰狞的黑龙在云间翻腾游走，森冷的龙吟声穿透云层，让所有人都不寒而栗。这时，又是一道惊雷劈落，刺目的电光将乌云撕开一道巨大的裂口，紧接着从其中走出5000雄壮武士。叶家老祖见到你，连忙飞身上前，拱了拱手：“皇帝陛下，恳请您给我叶家一条生路。”叶家全体上下愿终生效忠皇帝陛下。晚了，你淡漠地答道。看着叶家众人心中的怒火机遇释放，叶家老祖叹了口气：“真的要灭绝一个世家吗？天下的世家可都在看着这里了。皇帝陛下是想让大秦天下生灵涂炭吗？”闻言，你冷笑一声：“大秦有你们世家才是真的生灵涂炭，你的家主和妖后已经死了，你这个当老祖的不死也不合适。元清，杀了他！”遵旨。袁天罡应了一声，身影径直冲向叶家老祖手中，长刀出鞘，散发着冷冽的寒芒。叶家老祖面色一变，连忙祭出长剑，紧接着一咬舌尖，一股血箭射向长剑。霎时间，长剑被霞光包裹，散发着凌锐无比的剑气。这是我的最强一剑，也是这么多年为皇室老祖准备的，今天便用在你身上。说完，叶家老祖将长剑斩出，立即斩断了袁天罡的刀光铁链。然而就在叶家老祖欣喜时，异变突生，一股浓郁的天罡之气扩散开来，剑化作了一柄巨大的长刀，似乎能劈开天地一般。叶家老祖惊骇不已，这柄长刀挡不住，这是他心中最直观的想法。你眉头一挑，发现自己低估了袁天罡的实力。这用天罡之力凝聚的长刀已经达到了天人2重的威力。下一刻，刀剑相撞，砰的一声，叶
叶家老祖的长剑缓缓碎裂，顿时化作了天地间的流光。你竟然快要成天人了！叶家老祖低吼道：“死吧！”袁天罡的长刀持续劈下，叶家老祖目眦欲裂。他看了一眼身后的叶家，这一刀他若用肉身挡下，虽然自己身死，但叶家还能保存完所；可若不打，那叶家的后辈们必将死伤殆尽。这一刻，他心中泛起了无数次的念头，可每一次家族的责任感都深深地压着他。生死存亡之际，他是态的怒吼道：“死就死，老子宁死也不当懦夫！”说罢，他直接冲向了天罡长刀，轰隆一声，叶家老祖的身躯破碎，神魂俱灭。你傲立于空中，淡漠地看着下方数万的叶家族人，他们有的悲伤，有的恐惧，也有流下血泪誓言复仇的。可在你眼中，这数万人都一模一样，全都是待宰的羔羊。随即你抬起手，轻轻一挥，灭族5000黑龙禁军瞬间冲入了叶家，如同虎入羊群般收割着一切活物。高力士也没忘记自己的任务，他将叶后与叶孤舟的头颅悬挂在叶家最高的楼上，让他们亲眼看着自己的家族灭亡。一个时辰后，叶氏一族37000人全部屠灭，没有留下一个活口。偌大的宅院化作修罗场，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味。明日早朝不到折死！你站在叶家的废墟上，厉声喝道，声音传遍了整座长安。城内的权贵们沉默了一会儿后，又开始窃窃私语。新君强势，对我们来说不是好事，你怕什么？新君修为再强，也需要朝臣治理国家，不然赋税如何？受官员的任命谁管？刑狱诉讼谁来处理？这些繁杂政务难道还能靠杀人解决吗？大家放宽心，新君年轻，这种君主最是好大喜功，我们只要由着他的性子进献些祥瑞吉兆，再说些歌功颂德的话。这些长安权贵们已经在思考如何蒙蔽你，只是他们还不知道这次面对的将是怎样一位君王。与此同时，七公主李扶摇终于赶回了长安，在他看来，你必然会被软禁，待九皇子登基后，就会被叶家秘密处死。他原本计划在叶家准备登基事宜的时候将你救走，只是在踏入长安城的那一刻，浓郁的血腥味让他脸色大变。叶家难道如此残暴，血洗了长安？然而，当他循着方向找过去时，却愣在了原地，因为那正是从叶家驻地传出来的。此刻的叶家如人间炼狱一般，李扶摇看得心惊肉跳，是何人如此残暴？难道几个哥哥联合起来血洗了叶家？就在他还沉浸在震惊中时，一声惊呼打断了他的思绪。几名散修正鬼鬼祟祟地在废墟间翻找着财物，其中一人认出了他。七公主认出他的身份后，那些散修双眼一转，恶念瞬间升起。七公主的母族是苏家，当今皇帝与世家血海深仇，将七公主押送到皇帝面前，绝对会得到丰厚的赏赐。抓住他，把他献给新帝，咱们就发达了。几个散修狞笑着就扑了上来。李扶摇见状，眼中寒光一闪，一股无形的威压骤然降临。那些扑来的散修还未近身，便如同被捏爆的气球般凌空炸裂。李扶摇留了一个活口，闻道：没时间和你废话，将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。敢有半句虚言，你会比他们死得更惨。那散修双腿一软，直接瘫跪在地，当下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全部挡了出来。不可能！李扶摇眼中寒光闪烁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敢编造如此荒谬的谎言？他越想越觉得可疑，这些人恐怕不是无门无派的散修，而是某些势力的死士探子。于是他立即发动了杀招。霎时间，那散修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只感觉撕裂灵魂般的剧痛传来。见对方意识即将崩溃，李扶摇立刻收手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将你知道的全部说出来，否则本帝会让你尝到比方才痛苦100倍的滋味。散修缓过劲儿来，额头磕得血肉模糊。姑奶奶，小人冤枉啊！小人说的句句属实，若有一句假话，天打雷劈，九族尽灭啊！看着对方那凄惨的求饶神态，李扶摇却冷笑更甚，演技真好。若不是知晓长安局势，自己还真要被他的演技骗了。演技不错，可你说谎前也不想一下，你说的可有一点符合逻辑？你说二皇子当街斩杀大皇子，他向来谦和如玉，怎会如此暴力？二皇子深居简出，被人监视，从哪里找来的5000私兵？又怎么可能驱使得了大宗师巅峰的强者？最重要的是，他今年才不过20岁，天赋卓越却不惊艳，怎么可能有大宗师境界？如此荒谬的谎言，你让本帝如何信服？散修哭得喘不过气来，他虽然行骗了大半辈子，可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此刻他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对面这位活祖宗看看。李扶摇负手而立，深邃的心眸中闪烁着我已看透一切的智慧。本帝猜测，你们是想把叶家被灭的脏水泼到二皇子身上。散修哭嚎着，差点当场背过气去。我说的就是真话。二皇子诛杀叶后，屠灭叶家，登基为帝。不信你去皇宫瞅一眼，龙椅上现在坐的是谁？见着对方始终不愿意说真话，李扶摇叹了口气，眼神中竟流露出一丝敬佩。想不到区区一个探子竟有如此骨气。罢了，本帝敬你是条汉子，给你个痛快吧。那散修彻底疯了，直接破口大骂，真这个蠢货，老子这辈子骗人无数，就唯一一次说真话，结果竟然死在了这么个脑回路清奇的蠢妇手里，冥顽不灵。李扶摇眼神冷冽，轻轻一挥，那散修当场灰飞烟灭。接下来，李扶摇擒下数名潜伏在附近的探子，却发现他们所说竟与那散修一模一样。李扶摇秀眉微蹙，整个长安城的探子都被统一了口径，看来这城已经被渗透完，我那些皇兄还没这能耐，难道是有隐士宗门插手？他本想去皇宫一探究竟，却因心中猜想停下了脚步。以他大宗师5重的修为，贸然前往已成魔窟的皇宫，很可能被擒。正拳横间，一队黑甲士兵从长街尽头列队而来，李扶摇身形一闪，引入暗处。黑龙重甲大秦何时有这种制式铠甲？12人的小队步伐整齐，警惕地观察着四周，始终保持战斗的姿态。为首者竟是位宗师2重的强者，其余士卒也都是玄海境巅峰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们周身萦绕的杀气宛如实质，显然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。李扶摇暗自震惊，军容如此严整，好一支虎狼之师，当年自己所在的王朝都没这般精锐。下一刻，他眼中闪烁寒芒，准备出手擒下一个士兵询问。然而就在他准备动手时，身后突然冒出一道低沉的声音：七公主是以为长安无人吗？什么人？李扶
扶摇瞬间转身，凌厉在掌心名城锋刃。此刻刚回京的李扶摇正准备擒下个士兵，询问身后突然冒出一道低沉的声音：“七公主是以为长安无人吗？”只见小巷阴影处一位黑袍人缓缓走出，正是不良帅袁天罡。李扶摇眼神凝重地盯着他：“你何时跟踪的我？”袁天罡负手而立，从七公主踏入长安城门的那一刻起，这句话让李扶摇心头巨震。难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对方的掌控之中？随即他冷笑一声，眼中闪过讥讽：“呵呵，真是冷血啊！眼睁睁看着我杀那些探子，他们不是你的袍泽吗？”袁天罡摇了摇头：“七公主误会了，那些不是我们的人。相反，还要谢谢七公主替本帅减轻了负担。”李扶摇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，那些探子和此人不是一伙的，那他们口中关于你的情报又是怎么回事？七公主，你此行前来是为了争夺皇位的吗？这时袁天罡突然问道。闻言，李扶摇瞬间警铃大作，他能感应到对方身上爆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杀意，似乎只要自己回答不顺心，就会毫不犹豫出手。更可怕的是，他心中竟然升起一丝恐惧。前世的他可是统御一招的女帝啊，却对这小介衣黑袍人生出恐惧感，这怎么可能？不过李扶摇很快将那股情绪驱除，凌厉在指尖悄然凝聚：“本尊对皇位没任何兴趣，此行只为救援二皇子，他不过是个与世无争的闲散皇子，对你们毫无威胁，放他离开，本座即刻救主。”李扶摇原本以为会有一场大战，可出乎意料的是，袁天罡听后竟瞬间收敛了杀意：“跟我来吧，陛下等着你们。”而另一边，大秦北境的镇北军大营内，萧定边正坐在帅帐内，满脸的颓废。他投资的大皇子死，叶家满门被屠的消息，更让他夜不能寐。“萧大人，你真的甘心如此吗？”一道清脆的女声突然传来，萧定边瞬间警醒，抽出腰间的长刀，谁下一刻帐帘微动，一道黑袍身影飘然而入。当来人掀开，都冒露出一张倾国倾城的面容。萧定边顿时瞳孔骤缩：“六公主，李叶哥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是如何混进来的？”李叶哥红唇微勾，拿出一面刻着如朕亲临的令牌，见此令牌，如见圣言，本宫何处不肯去？萧定边眼中寒芒闪烁，六公主好大的胆子！如今新帝登基，朝局已变，这先帝令牌怕是不管用。本帅若将你拿下，献给陛下，说不定还能保住这镇北帅印。闻言，李叶哥眼唇轻笑：“萧帅何必自欺欺人？你以为献上本宫就能保住帅位？叶家满门被屠的消息，萧帅应该听说了吧？以内卫的手段，萧帅觉得会放过你这个大皇子的心腹？”此话一出，萧定边脸色瞬间煞白。3天前他还在想着如何保全自己，可叶家被灭门的消息传来后，他就知道自己凶多吉少。良久，萧定边长叹一声，收刀入鞘：“六公主，说说你的来意吧。”李叶哥红唇微扬：“很简单，只要萧大人放苍狼卫入关。”什么？萧定边豁然起身，宗师境的威压轰然爆发，以让本帅通敌叛国。李叶哥纹丝不动，脸上始终挂着自信的笑容。萧大人何必动怒？天狼王朝的苍狼卫不过借道而已。放屁！萧定边怒极反笑：“北境3关若破，天狼铁骑长驱直入我大秦北疆百姓。百姓！”李叶哥突然冷笑，打断萧大人，以为那位屠尽叶家满门的暴君会在意百姓的死活？至于通敌，说着他轻蔑一笑：“本宫乃先皇血脉，若登临帝位便是大秦正统，本宫的命令何来通敌一说？”萧定边听后冷笑道：“原来六公主也对那个位置有兴趣，谁不想呢？”李叶哥眸光流转：“萧大人只需打开关门，其余诸事自有本宫安排。事成之后，莫说一个帅位，就是封王裂土又有何难？六公主就那么确定苍狼卫会帮助你吗？天狼王朝能将大秦的锦绣河山让给你？”李叶哥收敛笑容，冷声道：“此事就不需要萧大人操心了。”萧大人，放是不放？放我当然放。萧定边大笑一声，李叶哥大喜，随即商讨部分事宜后便离开。萧定边盯着他离去的背影冷笑不已，被皇位迷了眼了吗？真是个蠢货！天狼王朝觊觎大秦已久，打下长安后会让你来当女帝，果然杂种就是杂种。他之所以答应，就是要让大秦乱起来。大秦一乱，新君便无暇顾及自己，届时关内乱成一锅粥，自己才有可能火中取栗。想到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，萧定边眼神炙热无比。那个蠢女人倒是有一句话说对了，那个位置谁不晓得？此刻，边关外苍狼旗驻扎地的军营大帐内，小狼王阿尔泰正喝着烈酒，熟练地切割着烤羊腿。此人正是苍狼旗的统帅，也是李叶哥的亲舅舅。他将切好的羊肉递给李叶哥，粗犷，脸上带着豪的卖笑容：“来，叶哥也尝尝我们草原人的手。”李叶哥眉头微蹙，望着那块还带着血丝的羊肉，抗拒地摇了摇头。阿尔泰哈哈大笑，将羊肉塞进自己嘴里，大嚼起来：“你自小在长安长大，不习惯很正常。看你那些个叔叔伯伯们，他们连切都懒得切，直接连骨头都嚼碎咽下去了。”帐内顿时爆发出一阵粗犷笑声。几个满脸横肉的将领正抱着整只羊腿撕咬，油光满面的模样看得李叶哥胃里一阵翻腾。“舅舅，萧定边已经答应我们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入关？”阿尔泰眼中金光一闪：“怎么等不及了？”李叶哥眼中燃烧着贪婪的欲舞：“当然，我已经等不及将那些高傲的权贵们踩在脚下。”哈哈哈，这才是我草原的女子。阿尔泰大笑着：“我们今夜入关，直取长安。”李叶哥听后难掩兴奋：“此次入关，我们就打清君侧的名号。对了，舅舅，你这次把30万苍狼旗全都带来了吗？”阿尔泰沉声道：“没错，机不可失。若是等那些世家宗门反应过来就晚了。别看你们大秦内斗的厉害，可一旦涉及到我们天狼王朝，他们往往都会同仇敌忾。”当天夜里，狂风卷起黄沙，苍狼骑着铁蹄踏碎了边关的寂静。城墙上，守军将士们紧握兵器，面色凝重地望着远处如潮水般涌来的敌军副将，单膝跪地，声音嘶哑：“萧大帅，天狼王朝出动了苍狼旗，目测有数十万大军，末将请求
立即启动护城大阵。萧定边负手立于城头，凝视着远方升起的狼烟，嘴角竟浮现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。打开城门。什么？萧大帅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副将虎目圆瞪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萧定边转身，目光如电，打开城门，放苍狼骑入关城。墙上顿时一片哗然，守军将士们全都面面相觑。有几个萧定边的死忠已经准备去执行命令。副将拔出佩剑，直指萧定边：我看你们谁敢！你这是叛国18年，镇守北境，今日竟要做那引狼入室的奸贼！就在众人惊疑不定之际，城下突然传来整齐的脚步声，一小队黑衣人不知何时已登上城楼，将城楼上的众人团团围住。本帅不是叛国，本帅是奉六公主的命令让友军入关。清军侧萧定边冷声道：你跟了我10几年，放下剑，依旧是我的副将。副将环顾四周，发现守军中竟已有大半人默默站到了萧定边身后。说再多也改变不了你叛国的事实，可笑，我竟然跟随你这样的奸贼10几年。说罢，他惨然一笑，挥剑斩向萧定边。大秦永远不小。而此刻，皇宫内你正有些期待地注视着系统光幕签到了：丁恭喜宿主获得九龙人皇道地道至高功法，随着国运的增强，可凝聚至高天龙。当九龙圆满时，口含天线，言出法随。以人道压天道提示音落下的瞬间，你体内突然多了一条金龙，那金龙栩栩如生，虽然幼小，却有着不可侵犯的威严。与此同时，你的眼前也发生了变化，竟然能看到那虚无缥缈的国运。只是大秦的国运如今稀薄如烟，在虚空中飘摇不定，仿佛随时都会消散。紧接着，那条金龙开始自主吞噬这些稀薄的国运，每吸收1分，它的体型就壮大1分。而你也能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缓慢增长。只是还不等你心细，异变突生，那些本就稀薄的国运突然剧烈震荡，随后以惊人的速度向北方流逝。你猛地站起身，脸色阴沉如水，北方有问题。就在这时，高力士进来了。陛下，七公主李扶摇来了，让她进来吧。你声音不大，却让整个大殿内的温度仿佛都下降了几分。还有，让袁天罡查查边境出什么事了。另外，封锁长安城，别让那些长安权贵们跑了。遵旨。高力士出了大殿后，又重新恢复了那公式化的笑容，宣七公主李扶摇进殿。殿外，李扶摇的目光紧紧锁定在高力士身上。这个看似温和的太监，竟是一位年轻的宗师巅峰强者。如此天赋，为何甘愿入宫为奴？那皇位上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？伴随着心中的疑惑，李扶摇向大殿走去。随着他的每走一步，四周巡视的黑龙禁军便停下来，冷冷地注视着他。不远处，袁天罡阴冷霸道的气机也锁定着他。高力士那双微眯的双眼闪烁着危险的光芒。虽然除了袁天罡外，李扶摇并不忌惮这些禁军和这个红衣太监，但这种被重重包围的感觉却让他如芒在背。而当他真正迈进那座宫殿时，一股无形的威压顿时如潮水般涌来。李扶摇呼吸一滞，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我前世可是女帝，怎么能被小界之人吓到？随即他摇了摇头，压下心中的惊骇，继续向前走去。然而他每迈出一步，那股无形的威压就愈发沉重，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一切的源头都来自皇座上的你，仅仅是坐在那里，就让整座大殿乃至整个皇宫都笼罩在令人窒息的帝王威严之中。这种感觉让李扶摇想起了他前世偶然发现的一处人皇洞府，那不过是人皇曾经短暂停留过的地方，却因为沾染了人皇的气息，历经千年仍散发着令人敬畏的威势。你看着亦步亦趋的李扶摇，这才注意到刚刚因为动怒，竟不自觉地运转起人皇镇世诀和九龙人皇道，才让这个前世女帝战战兢兢。于是你立即收回了功法，殿内的威压顿时消散，李扶摇明显松了口气，紧绷的身体也稍稍放松下来。七妹见到朕也不行礼吗？你的声音突然在大殿中响起。李扶摇猛地抬头，难以置信地望向龙椅上的你二哥，还真是你。那覆面黑袍人说是你，我还不信你嘴角微扬，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。那些你抓到的探子说的，你不也没信吗？闻言，李扶摇的脸上有些尴尬，下一刻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顿时一惊，眼前的人不就是灭了叶家，杀死大皇子和九皇子，以及那黑袍人和红衣太监效忠的人吗？他看着你那张熟悉的面孔，曾经那个温润如玉的翩翩公子已经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令人不敢直视的帝王威严。李扶摇绝不相信这份实力是一朝一夕得来的，也就是说，这20年来，你一直在所有人眼皮底下暗中积蓄力量。这份隐忍和城府让他都不由得感到一丝寒意。怎么，七妹不是一直想见朕吗？现在见到了，反倒不敢认了。你的声音依旧平静，却暗含着一丝戏谑。李扶摇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我只是没想到二哥你藏得这么深。你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，七妹不也一样吗？修为恢复得挺快啊，死界都快放不下你了。此话一出，李扶摇顿时如遭雷击，重生的秘密被发现，还是在比自己强大的人面前，一时间让他惊慌不已。二哥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这身实力是遇到一位老爷爷，他将自己的功力传给了我。你就这样微笑着看他狡辩，国事繁重，没时间陪你玩，朕只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是谁？朕的七妹在哪？李扶摇盯着你那双如星河般的眸子，心中大震，可他依然强装镇定。二哥，我就是你的七妹啊，你境界这么高，感应不到我的气息吗？然而他话音刚落，突然一道剑光划过，李扶摇瞬间被斩首。只见一条金龙在你周身盘旋着，正准备吞噬李扶摇的尸体。住手！李扶摇的头颅突然开口，旋即伸手结合，重新复活。见状，你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手段不错，现在可以说了吗？重新复活的李扶摇有些恐惧地看着，随即便开始交代自己的往事。他解释说自己来自其他世界，是一位皇朝的君主，在一次战争中丧命转世，成为了李扶摇。在前段时间，他才觉醒了前世记忆，修为勉强恢复到大宗世纪。李扶摇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，包括了自己为何要冒风险来长安解救。说到最后，李扶摇的心中升起了淡淡的委屈，他为了救你，不辞万里从江南来到长安，可你却如此不留情面。一时间，他的眼中竟然升起了朦胧的水雾。你有万劫星辰瞳的加持，知道他没说谎，于是神色也逐渐缓和下来。七妹，你真的不适合当一个国君。说着，你摇了摇
摇头，哪有人为了这点理由让自己身陷囹圄？你前世陨落也是因为你热血冲动，身为国君却总想着冲锋陷阵，那还要那些将领做什么？李扶摇闻言愣了一下，恍惚间他仿佛又回到了前世，他父亲留下的那些老臣也是这样规劝他的。那时的他以为是这些老臣想要掌控自己，可现在想来都是谆谆教诲啊！李扶摇面色发白，他这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一时冲动竟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。我辜负了父皇的嘱托啊！我的百姓们可怎么办？李扶摇眼中蓄着蒙蒙水雾，这位曾经的女帝此刻竟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般抽泣起来。你有些无奈地看着他，就这还女帝呢，说两句就哭，他爹估计也是实在无人可选。虽是这么想着，你还是不自觉地伸出手，像小时候那样轻轻抚上李扶摇的发，宽厚的手掌带着熟悉的温度，让李扶摇的哭声渐渐止住。你揉了揉他的头顶，声音温和，七妹莫哭，最迟明年二哥就带你去你的世界。姐，说到这儿，你忽然轻笑一声，不过到时候你的王朝可要改名大秦了。李扶摇擦拭着泪水，抬头时眼中还带着几分怀疑。二哥，跨界而行，至少要天人之上。你嘴角扬起一抹自信的笑容，放心吧，这天地束缚不了朕。殿外的阳光透过窗棂洒落，为你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轮廓。这一刻，李扶摇恍惚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人皇身影。就在这时，殿外袁天罡突然踏空而来，他满身血气，双眼中折射着难以言喻的愤怒。高力士见状心中一沉，知道大事不好，连通传都省了，直接带着他走进了大殿。你也注意到了，二人立刻收敛起温和的神色。李扶摇识趣的退到一旁，此刻他已经心满意足了，他知道自己的二哥还是二哥，这就够了。袁天罡见到你，当即跪拜陛下，朕北率萧定边叛国，放30万苍狼骑入关，为首的将领是阿尔泰和六公主李叶歌，他们打着清君侧的名义直奔长安而来。话音落下，突然轰的一声，龙椅在你的座下直接粉碎，煌煌天威充斥着整座大殿。高力士立即跪伏在地，陛下息怒！你的声音冰冷刺骨，好一个萧定边，好一个六公主李叶歌。站在一旁的李扶摇也是面若寒霜，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。下一刻，你眼神凌厉地吩咐道：元清，你立刻前往边关，控制萧定边。事成之后，封锁闭关，将苍狼骑锁死在北方。到了边关，不必禀报，以自行决断。臣领旨。袁天罡抱拳领命，黑袍翻飞间，已化作一道黑影掠出大殿。高力士命5000黑龙禁军即刻集结，随朕御驾亲征，奴婢遵旨。高力士躬身应道，正要退下去传令，却被李扶摇一把拦住。李扶摇瞪大了眼睛，二哥，你要御驾亲征，刚教育了我，结果转头自己就忘了，5000人打30万，那可是30万精锐的苍狼骑啊！你叹了口气，七妹，朕和你不一样，朕有天人修为，杀他们如杀土鸡瓦雀。李扶摇眉头紧锁，二哥，你走之后，长安怎么办？南方怎么办？他们看到你能独自应付那些苍狼骑，绝对不会出兵帮你的。说着，他上前一步，你都有那么精锐的禁军了，就没有一个将领可以代替你抵御苍狼骑吗？闻言，你笑了笑，朕的家底也就这些，哪有什么话说到一半，你突然顿住，眼中闪过一丝金光，自己可是还有2次召唤的机会，没用。于是你立即在脑海中唤出系统界面，选择召唤，叮，召唤成功，恭喜宿主成功召唤8000票骑。系统光幕上浮现出一只铁血雄狮的影像，战马嘶鸣，旌旗猎猎，票骑营大汉冠军侯的嫡系部队，曾在草原追王逐北，踏破匈奴的狼居胥山，其部队急如风，徐如凌，掠如火。漂亮，有这8000人，朕就能在短时间内将这些苍狼骑扼杀在关内。你忍不住击掌赞叹，不过你笑得有些太早了。丁召唤成功，恭喜宿主成功召唤霍去病。你瞳孔骤然收缩，连呼吸都为之一滞。霍去病是谁？那可是22岁就封狼居胥的狠人，生平就打了6次仗。第一次出征，年仅18岁的霍去病就敢率领800轻骑脱离主力，奔袭数百里，深入匈奴腹地，直捣王庭，生擒单于、叔父相国等一众匈奴贵族。第2次河西之战，他率军踏破胭脂山，阵斩匈奴折兰王卢后王，杀得匈奴人闻风丧胆。第3次更是在友军迷路的情况下，独自翻越祁连山，突袭匈奴后方，不仅大获全胜，还顺手给汉武帝带回了一个未来的托孤大臣今日低。这一次给匈奴打的悲歌，使我胭脂山，令我妇女无颜色；使我祁连山，使我6处不翻稀。第4次漠北之战，踏破狼居胥山，把匈奴打得远遁漠北，漠南无王庭。年仅22岁就达成华夏古代武将最高成就，封狼居胥一马瀚海，西归大河列郡祁连。后面2次战争更是将大汉的天威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为大汉增添了不知多少土地。而现在就是这样一名武将属于你。想到这里，你所有的郁闷烦躁一扫而空，放声大笑。天狼王朝朕给你们找了个活阎王啊！你仿佛已经看到苍狼骑在霍去病铁骑下溃不成军的场景。这位少年将军最擅长的就是以少胜多，长途奔袭，8000票骑在他手中，绝对能发挥出30万大军的威力。李扶摇和高力士看着大笑不止的你，有些摸不着头脑。然而他们是难以理解你此刻的兴奋的。苍狼骑草原人，票骑营霍去病，专业对口啊！你收敛笑意，眼中金光闪烁，沉声喝道：霍去病何在？末将在。大殿外突然响起一道稚嫩嘹亮的少年音，殿门处一道火红的身影如烈焰般闯入众人视线。那是个约莫17、18岁的少年，一袭红袍打底的黑甲在大殿中极为的醒目，仿佛是从天而降的神将一般。李扶摇看到这个少年的第一眼就是好年轻，稚嫩的脸庞甚至耳边的绒毛都没褪下，就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少年，但是那双眼却如巨火一般炽烈，让人不敢小觑。末将霍去病参见陛下。那少年抱拳行礼，声音清亮如剑鸣，剑眉之下，那双明亮的眼睛里跳动着炽热的战意，仿佛随时准备冲锋陷阵。霍去病生来就属于战场，属于荒原，这柄利刃生来就要刺破敌军心脏，若不然就是宝珠蒙尘。你看着霍去病越看越欢喜，朕得去病你，如虎添翼也。霍去病嘴角微扬，露出一个有些骄傲的笑容。他本就是少年，会因为陛下的夸奖而自得，但千万不要因此小看他。陛下但有所命，末将必当赴汤蹈火。然而你看着霍去病的属性面板，有些不太满意。人物霍去病，
境界大宗师5重，功法破军惊雷诀，系统有没有搞错？他的骠骑将军境界怎么能这么低呢？至少不得来个天人巅峰。李扶摇看着鲜衣如火的少年郎问道：“将军，你多大年纪了？”霍去病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，今年刚17。什么17岁？李扶摇震惊的看着这个年纪比如今这副身体都小的少年，这大秦如此卧虎藏龙吗？一个17岁的少年竟然有着大宗师的修为，要知道这可是灵力匮乏的小界，大宗师者无不是活了几百岁的人，当然这里面不包含他的二哥。看着如此年轻有为的天骄，李扶摇当即对你说道：“二哥，这般天骄可要好好保护啊！那30万大军中不可能没有大宗师隐藏其中，不能让这少年前去冒险。所以这次抵御苍狼旗的任务就交给我吧。我前世好歹也是一方大能，给我兵马，我定能将这30万铁骑彻底铲除。”你瞥了一眼请战的李扶摇，心中冷哼了一声：“给你兵马，正怕把自己的骠骑营都折里面。”他又看向过于年轻的霍去病，你心里有些没底。如果是20岁的霍去病，那他没话说，自己去给霍去病当先锋都行。可现在他才17岁，让这么年轻的霍去病去对抗30万苍狼旗，是不是有些太冒险了？要不先将他放在宫中培养几年？霍去病许是看出了你眼底的质疑，顿时就有些急了，稚嫩的脸变得皱巴巴，委屈道：“陛下，您就放臣到军中吧。臣如果不历练，何时才能独当一面啊？”霍去病开始大倒苦水，你无奈扶额。好了好了，你想到了原本世界的霍去病，也是17岁的时候，天天跑到皇宫，在汉武帝耳边念叨要打仗，给汉武帝整得太心烦，直接让他带着自己的800骑跟卫青去见见世面。汉武帝本意是想磨砺一下霍去病，让他知道打仗不是儿戏。卫青也在营中被霍去病烦得不行，让他带着800骑去抓几个舌头，让他知道匈奴人的狡猾狠厉。然后这小子就兴高采烈地领着自己的800骑撒欢去了。谁知道这小子直接奔袭数百里，把单于的叔父和国相给抓回来了，还把单于的祖父给宰了，更是斩杀敌军2028人，直接给卫青和汉武帝都整懵了。后来汉武帝就彻底不管霍去病，战况都懒得过问，由着他彻底撒欢去了。你也是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，心中想到：我也是闲得慌，去质疑霍去病。他刚准备下旨让霍去病领兵对抗苍狼旗，就听到大殿外乱哄哄的。你略一感应就知道是长安城的权贵们来了，不用猜都知道，黑龙禁军封锁长安城后，他们跑不了，只能来皇宫找自己了。看着他们那大义凛然的脸，你有一瞬间想把这些人全都宰了。身前的李扶摇侧目，他刚刚在自己的二哥身上感应到了一股暴虐的气息，霍去病也感觉到了，他倒是没什么心眼，直接就把手放刀把上。高力士微眯双眼，藏在袖中的手上浮现出阴冷的符箓。长安城的权贵们焦躁地跪在大殿外，为首的一位老臣手捧奏折：“陛下，30万大军已直奔长安而来，为保大秦社稷，伏请陛下应允。”你冰冷地注视着广场上的群臣道：“呈上来。”老臣手中的奏折飞入高力士手中，高力士转身恭敬地将奏折呈到你面前。你打开奏折，奏折中的内容引经据典，极具鳌牙，但通篇都充斥着大义凛然的情绪，连你都不由得佩服这些臣子的学问，在短时间内能写出这么一篇奏折。上面的奏折简化后只有2个字：南渡。何意？就是让你带着群臣放弃北方，一关南渡。北方的世家宗门以叶家为首，如今你屠叶家满门，北方的世家宗门已经不愿意支持大秦了，他们宁愿当天狼王朝的俘虏，也不愿意让你赢。所以群臣想让你迁都南方，以南方的世家宗门为首来抵御天狼王朝的入侵。当他们注意到李扶摇入京的时候，他们眼前一亮。李扶摇有苏家的血脉，苏家是南方的大族，他们以为你已经有了迁往南方的想法，只是他们认为你还需要一个台阶，不然也不会派大军封锁长安。所以群臣们立刻起草了一份请求南渡的诏书，上面的内容大义凛然，把你夸成了圣君在世，只要你愿意迁都，那就是高皇帝在世的圣主明君，有再造大秦之功。他们看着坐在皇位上手臂颤抖的你，只以为你是太过激动了。天狼蛮夷谁不畏惧，江南水乡谁不留恋，他们甚至将在长安的家当都安排妥当了，现在只等待你下令南渡。好啊，龙椅上的你声音发抖。群臣喜笑颜开，然而话锋突然一转，大秦真是该亡了，竟然养了你们一群混账东西。你怒吼着起身，将奏折撕裂，群臣大惊失色，显然没意料到你的反应。南渡？难道你们要把历经2000多年的长安让给天狼蛮夷吗？再造大秦的圣君，朕真听了你们的，以后史书上说昏君都要不用桀纣形容了，直接说你就行。你的怒火都要焚天，让他丧权辱国，割地赔款，一关南渡。莫说他现在是皇帝，就算他还是那个废皇子，你也不可能这样做，死也得死在北方。几位老臣立刻出来道：陛下乃天下正统，您不南渡，南方的皇嗣必然为了正统争斗，届时天狼王朝必覆灭我大秦。陛下难道要为了逞一时的血不顾我大秦社稷吗？而且陛下这一切都是您的错，若不是您屠戮叶家全族，北方世家宗门人人自危，何至于沦陷如此之快？南方人杰才俊众多，陛下南渡迁都后未必不能卷土重来啊！陛下南渡吧，天狼不可敌啊！你眼中燃烧着怒火，看着那些白发苍苍的武将，这里面大多数人都跟随李玉天亲征过，当年更是拒天狼大军百里，只是现在这些人同样想要南渡，文臣请逃，武将也请逃，这样的朝廷还有什么意思？那些武将耷拉着脸瓮声瓮气道：没有北方大族的支持，大军难以开拔，后方支援也跟不上，不可能与30万苍狼旗抗衡。陛下若要硬打，唯一的结局就是全军覆没。陛下若是先帝在世，绝对不会选择硬打，要先去南方养精蓄锐，操练兵士，缓缓图之，一群懦夫。你失望地看着满朝文武，之前你还想着上朝之后震慑一番群臣，毕竟你现在很缺人，要暂时用这些人，可是你现在心中已经下决定，这群毒瘤
多活一天，都是浪费大秦的空气。即使大秦朝廷无人管理，也比有这些人在强。你们不敢打，朕给你们找个人来打。霍去病、末将在。17岁的霍去病眼中满是对战功的渴望。朕给你8000骠骑，再给你5000黑龙禁军和2万军队，能不能打30万苍狼骑？霍去病刚要领旨，下方的老将们就提醒道：“这位少年，打仗可不是儿戏，3万多人对30万，大宗师来了也打不了啊！除非你是天人。看你如此年轻，乳牙都没退全吧？就是你蛊惑陛下打仗的，恐怕他都没成年。陛下也真是病急乱投医，让他掌军，恐怕要把这点家底都败光。这些人只知道黑龙禁军，可却不清楚你口中的8000骠骑和2万人从哪来。他们以为你是要他们的私兵都抽调过去，这他们可万万不能同意。他们还要靠着这些私兵在南方站稳脚跟啊，不能跟着这个绒毛都没退的少年当炮灰。”霍去病少年心性如何能受此侮辱？迅速转身弯弓搭箭，连射数箭。刚刚出言嘲讽的人都被射爆了脑袋，群臣悚然大惊。他们这才发现，这个稚嫩的少年竟然是大宗师。他们将求助的目光看向在皇帝面前射杀群臣，这可是大不敬啊！可是看向你后，瞬间心中一沉。此刻你眼露金光，盯着霍去病的眼神中满是欣赏与喜爱。朕的骠骑将军杀几个乱臣贼子怎么了？年轻受不了气，有气当场就撒了。原本的霍去病敢自己把关内侯李改射杀，再去找汉武帝请罪，汉武帝能怎么办？生气的暴打一顿霍去病，至于杀了他，开玩笑，100个李敢也比不上一个霍去病啊！编造了一个有些可笑的理由，骁勇善战的关内侯被鹿的脚给挑死了。完了，消了气，他还得让太医看看自己打伤霍去病没。李扶摇和高力士也是震惊霍去病的操作，这家伙也太狂了。而当李扶摇和高力士注意到你的反应时，也是有些无语。杀伐果断的皇帝竟然如此娇宠这个霍去病。此刻霍去病有些忐忑的抬起眼睛看向，在看到你那炙热的眼神后，也是知道你没有怪罪他，心中松了口气，随后正色道：“陛下何须3万人马？给我8000人，10日之内必能克齐军杀齐帅。”霍去病的自信中带着一丝桀骜，即使见识到了霍去病那大宗师的修为，众人还是不信。这少年不会以为那30万大军中没有大宗师藏在里面吧？每次国战，大军的死磕都有2场战争，一场是大宗师之下几10万人互相的死磕，一方是2国的几位大宗师在云层中交手。天狼王朝敢让30万大军入关侵扰北方，其军队中必然有不止一位大宗师，还是太年轻了。然而你此刻已经是完全信任霍去病了，这小子800人都敢深入匈奴腹地，给他8000骠骑，8000骠骑对阵30万苍狼骑，优势在霍去病。霍去病朕命你为骠骑将军，率领朕的8000骠骑迎战苍狼骑，不过你还是叮嘱了一声，注意自身安全。霍去病兴奋地拜道：“臣领旨。”说罢，霍去病就按耐不住兴奋地问道：“陛下臣的8000骠骑吗？你看你怎的如此急躁？”你轻笑一声，霍去病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你正色呼唤道：“朕的骠骑营何在？”话音未落，天地间骤然炸开怒吼，声浪如雷，震得云层翻涌，山河震颤。骠骑营在此，众人骇然抬头，只见天穹之上8000铁骑踏空而来，如天神降世，那是何等壮阔的景象！霍去病看着这8000骠骑，胸膛中一股滚烫的热血骤然沸腾，他双眼灼亮如炬，几乎要按捺不住纵身跃起的冲动。